当危机再次降临之时，勇敢的你又一次挺身而出，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。只不过，这次故事的舞台可不是你所熟悉的世界。听说过穿越之旅吗？准备好，我们要出发了。既然是拯救世界，那可不能让你独自出力。小 V 我自然会帮你左右，不过这次还会有一名假面愚者的小妹妹与我们同行。别看她总是一副嬉笑打闹的样子，她可是非常的善解人意。不要把我想象的那么轻浮嘛，总是板着一张脸，可是会错过许多乐子的哦。难道你就不想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的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吗？总之，在你将要去往的世界里，我可是比旁边的维塔姐姐更能担当向导的存在哦。毕竟，你也没有见过长着雄壮四肢的垃圾桶满大街奔跑的景象吧？我是不是剧透了什么？别激动，这只是你将会遇到的奇遇中的1/1000而已。不要吓到我们的舰长嘛，大多数时候还是不会那么超展开啦。就算是在不同的世界，大家遇到的问题无非是某个粗心的研究所员工弄丢了奇物，或是突然遇到拦路的怪物之类的。怎么样，和你在其他地方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如此轻敌的话，那可是会吃大亏的哦。如果探索就这样一帆风顺，那岂不是太单调了点儿？在这里向你诚挚推荐一款随身携带的法宝——愚者牌。别看它只是一副卡牌，有言道：别说话，先来一把愚者牌吧。当你遇到常规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，那就到它登场的时候啦。愚者牌，顾名思义，当然就是以卡牌来完成战斗。你将会和对手在牌桌上进行1对1的决斗。在愚者牌玩法中，每一回合你和对手都会获得一定数量的卡牌，将手中的卡牌打出，并与场地上的公共卡牌进行组合，即可增加自己的积分。牌桌上共有3个场地，随着回合推进依次解锁。在全部回合结束后，积分数更高的一方可获得该场地的胜利。若能赢得至少2个场地，就能兵不血刃地战胜对手。怎么样？这可比操控大机器人要轻松，对吧？我可是一点都不鼓励暴力行为的。听起来是很容易啦，但舰长需要结合场地提供的公共卡牌，尽可能地打出同种花色或是相同类型的卡牌，这样才能更快地积攒积分。当手上的卡牌比较差劲的时候，也可以选择置换卡牌，或是等到下一回合自动补充。机会嘛，总是不差这1分钟的。此外，也别忘记利用场地带来的增益。桌上的3个场地各自附带特殊的效果，有的场地可以提升对应组合的积分，而有的则会减少游戏的总回合数。合理利用场地特效，说不定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要是再怎么样也打不过对手，那就只能慢慢提升愚者牌等级，或者悄悄地用一下作弊技能，将一张牌变成万用花色牌之类的。这可不算不择手段啊，毕竟输了可就不好玩了嘛。当然啦，这种技能也是有使用范围的。在这趟旅途中，舰长除了会遇到各个世界的原住民，还有可能邂逅来自其他世界的愚者牌高手。到那个时候，就只能堂堂正正地完成决斗了，可不要再动什么小心思了。拯救世界自然不会让舰长白跑一趟的。除了旅途中会遇到的宝物以外，小 V 我还专门准备了服装、水晶，还有勋章之类的奖励哦。放心吧，这些奖励可不是随时都会爆炸的礼物盒。在这场危机的背后，到底是一个毁灭世界的阴谋，还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？或许游戏幕后的举办者正在悄悄地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啊。